天亮就要宣布币制改革了。根据人民持有金银和外币的处理办法，任何人所持有的金银和外币，必须兑换成金圆券，严禁私人持有。堂长处在这个位置上，必须带头执行。知道了。天亮之前，我会把要交的都拿出来。今天是阴历7月15吧？没有别的。我想起了孟敖、孟伟他们的奶奶和他们的妈了。你那里有个金镯子，是孟敖、孟伟他们的奶奶传下来的，一共2个，一个给了孟敖的妈，一个给了木兰的妈。木兰现在也走了，也不需要了，都交了吧。知道了。这里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请问你是哪里？李营长吗？我是曾可达。是我，曾督察。方大队长的房间为什么没有人接电话呀？方大队长不在宿舍，他先前开车一个人出去了。这么晚他去哪里了？他没跟我说，我也没敢问。那好，方大队长一回来，请他立即给我回电话。是。喂，梁教授吗？我是曾教授啊。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搅你，我这里有一份急用的稿件，希望你能到我这儿来帮我看一看这份稿件。现在。请上车，辛苦了。夫人，我先去备车。
在我北平分行当乡里，只有这么一点财产。这一点东西留给木兰留学、结婚也不够。我本来给木兰备了一份儿，现在都留不下了。去解放区的人也不需要这些个了。行长，天一亮才出台币制改革的法案，金银外币兑换经营权还要等几天，这么早就交出去，是不是出头太早了？谁让我们是中央银行的人呢？剜去心头肉的事，我们不带头，老百姓，尤其是那些有财产的人，谁会兑换金圆权？兑换之前，再去个地方吧。哪里？北平日报，请他们总编务必帮忙，在今天报纸的头版发布消息。为了配合民国政府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方步庭、乡里谢培东也已交出全部金银外币。包括夫人的结婚戒指和女儿的手镯。太过分了！怎么回事？乡里，黄包车好像是那天拉你那人。谢乡里，我们张老板有笔紧急的汇款，清早就需要您去办理。我带路，请您的车耽误半个小时。裴东同志，您时间紧，我们抓紧时间谈。好，请坐。国民党币制改革的法案出台了，马上就会公布，一共5套方案，细则很多，不能详细汇报了。我摘要说明一下吧。上级没有要求您汇报币制改革的法案。谢培东立刻明白，国民党刚刚出台的币制改革法案，这时已经摆在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案头，心中五味杂陈，竭力保持平静，等待离北平不远处深山中传来的雷声。刘云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推行币制改革，实质是以变相的大膨胀对全国的老百姓实行空前的大掠夺。他们想以这种倒行逆施来挽救国统区崩溃的经济，然后跟我们在正面战场展开决战。中央认为，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将提前引发我们在全国战场的正面战争，并加速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进程。我的任务是什么？从今天起，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还有方孟敖同志参与的国民党孔雀东南飞行动，北平地下党不干预，华北城工部不干预，一切由您相继负责。我负责。
中央认为，我们干预不干预，国民党的新货币也挺不过2个月。国民党在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只有谢培东同志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一定要好好利用北平分行还有何其仓的关系，利用蒋经国重用方孟敖同志的机会，为平津地区多争取物资。就算到了金圆券变成废纸的那一天，北平和天津也要有饭吃。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是让我们通过国民党币制改革，将傅作义50万军队稳在平津。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如此明确的指示。中央领导的另一句话，也许就是您这个问题的答案。家有一老，胜过一宝。中央对您十分倚重啊。刘云同志让我转告您，国民党党通局一直在暗中调查您和崔中实同志的关系。徐铁英一直想得到您保存的崔中实同志的那份账册，所以从今天起，北平地下党和华北城工部将终止与您的一切联络。谢培东同志，方孟敖同志和何孝玉同志全都交给您了，您要多保重，你们都要注意安全。接我们的人来了，知道什么事吗？不想知道。马上就要币制改革了，在咱们家里，我和爸还有姑父都会被卷进去。孟梅，你记住，你一定不要被卷进去。如果我们3个脱不了身的时候，还需要你把程一跟崔婶一家带走。我是孙兆忠，单副局长请讲。孙秘书，请转告徐局长，方副局长拒绝执行任务。稍等，你亲自跟局长说，单副局长的电话。喂，报告徐局长，方副局长拒绝执行任务，我们现在西山待命。就在西山监狱等我。是。连长，上车。你坐到那边去吧。跟了我这么久，还没见过我开车吧？是。主任好设计，可是还得注意安全。听你的，咱们都得注意安全。都来了，坐吧。
制改革终于要宣布了。建峰同志托我转告梁经纶同志，你协助何校长写的那份致斯图雷登大使的信函，他看到了，总统也看了，很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且在美国人面前维护了民国的尊严。建峰同志说：“你们是民族的脊梁，他向你们致敬。”我们是学经济的，分内的事。这是币制改革的全部法案，时间很紧，先看一下重点。接下来，南京有重要的任务。我简要讲一下我们的任务。全国分为上海、天津、广州3个经济管制区，重点当然是上海，那里由建峰同志亲任督导。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天津经济管制区，冀平津整个华北都属于这个管制区。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在这里，全国最有影响的大学。清华、北大、燕大、南开也在这里，保障我们这个管制区的民生物资，尤其是北平的民生物资，直接影响到币制改革的成败。还有，华北剿总50多万大军，跟华北共军展开决战，全靠他们，军需物资必须保障。南京决定，我们这个经济管制区由行政院张副院长厉生亲任督导，我们在北平成立协助督导组，主要任务就是在北平推行币制改革，重点和难点有2条：一，继续清查平津地区的贪腐案件，逼使那些官商们将他们大量囤积的物资全都交出来，投入市场；二，尽量争取美国援助的物资运往平津。看到你们经国局长的签字了吗？看到了。我之所以称呼你们经国局长，是因为总有那么一批人，打着经国局长的旗号，借反贪腐的口号，扰乱党国，争夺权位。哼！从党部到政府，有没有贪腐啊？啊，当然有了，也当然要严惩。可绝不能成为某些人手里颠覆党国的工具。经国局长成立铁血救国会，某些人呢就以为这个组织是用来取代老一代位置的近身之节，可他们从来就没想想，总裁如果不征求中央党部的意见，能成立这个铁血救国会？一手反腐不只是铁血救国会的专利，也是党部的长期任务。但国策永远是戡乱救国，币制改革期间就是防共反共。北平如何执行，党部将任务交给了我。想知道配合协助的人选是谁吗？主任，请你宣布吧。2个人，一个是王站长，一个是你。从现在开始啊，你也不用再跟我隐瞒你那个铁血救国会的身份了，我也不用装着不知道你的身份。
枪毙崔中实，处决严春明还有谢木兰。经过这2次考察，你坚决反共的态度，党部是肯定的。之所以破格让你看中常会的会议记录，就是想让你明白，经国局长就是中常委，中常会的记录，经国局长也会坚定的执行。你现在如果还有什么顾虑，你可以马上告诉我，我向中央党部马上汇报。我坚决服从党部的安排。跟美国和西方的工业国家不同，我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从一般民众到大学教授，生活还停留在吃饭穿衣的水平。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农民把粮食拿到城市去卖，是为了换取布匹和棉纱，因此，布匹棉纱就成了我国市场的物价杠杆。这就是要点。方大队长，你还有问题要问吗？我在听。按梁教授的说法，操纵平津地区物价杠杆的，就是这些公司和厂商。1年多前，这些公司和厂商多数挂靠在孔宋2家的棉纱公司名下。可恨的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免去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职务之后，这些人便把股东的名字陆续更换，挂靠到了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的党产名下。现在我们要禁止黄金、白银、外汇的市场流通，严令囤积的物资立刻要投入市场，按金圆券限价销售。暗中抵制的一定是他们，动他们，不但是触及了孔宋2家，还动了党产，一定会招致中央党部的抵制。不动他们，那平津地区的币制改革，第1步便迈不出去。怎么动？查北平分行的账，让我去抓人。查了1个多月的账，从账面上谁都查不清楚，只有2个知道内情的人，崔宗实已经被他们杀了，还有一个马汉山。我已经申请到了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批准，从今天起，马汉山归我们管制，配合清查这些公司厂商。那徐铁英和他背后的党部会听行政院呢？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是币制改革的最高权力机构，我现在就去西山监狱提调马汉山。方大队长，梁金伦同志，你们的任务是：方大队立刻恢复航空大队编制，3架运输机已经调至南苑机场，由你指挥。今天的任务是配合北平分行去天津押运金圆券。建峰同志特意嘱咐，希望你和方行长好好配合工作。梁金伦同志的任务依然是配合何副校长，争取美方给平津地区更多的援助。币制改革的前1个月，务必保证平津地区民生物资的半年储备，务必保证华北剿总50万大军军需物资的半年储备。我是曾可达。王站长有事请讲。拖延半小时，半小时过后是我的责任。半小时之内，马汉山要被押走，你去向行政院交代。真让方大队长给说中了，徐铁英要把马汉山押往南京。党国存亡，民生危难，一次革命，两面作战，全靠我们精诚合作。
王副官，备撤。那天晚上我问了一句话，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我。那我要是正面回答你，你会相信吗？请说。不要再去想我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国的现实是，4万5千万民众依然生活在苦难之中。不管将来谁胜谁败，都不能再让国人饥寒交迫。至于你的家人，我的先生，还有孝月，以及那些无辜的学生，保护他们是我的良心，请相信我。徐局长，请示过保密局了，给我的命令是配合党部的行动，请徐局长稍后，我去提调马鞍山。辛苦。局长，你对王站长都有些什么看法？不知道主任你问的是哪些方面？想不想听听中央党部的看法？王富珍，民国25年入党，民国37年加入铁血救国会，忠诚执行党国任务，极力协助经国局长与中央党部的精诚团结。你是不是应该从他身上学些什么呀？是。好好学。宗文正公每日3事，写一篇日记，下一局围棋，静坐4刻钟。不成啊，你这本宗文正公日记好啊，自己天天读。为什么不早点借给我看看呢？老站长要是喜欢，就送给你了。到了南京，
对付那些不黑不白、不疼不痒审我的人，哼，老子就用曾文正公的话，让他们录口供。哎，总统看了一感动，把我调到中央研究院当了研究员。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您可以慢点写。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咱们军统的人永远都是以勇惩奸。不是呢，你把那本书拿走。现在党国已经无药可医了。曾文正公说，只能靠一二君子，争一分是一分。我想这一二君子，只能从你们铁血救国会里边去找了。老丈人说的什么？我不明白。明白不明白都不要紧了。我送你一场功劳，就在那本书里。这一天我写的，都是那些混账、王八蛋的黑账。我想让你把它交到经国局长手里，算一算，够全北平市老百姓半年的口粮和50万大军的军饷。老站长，薛铁云和他身后那帮人正急着要把你解放南京，曾督察正往这里赶。只要你配合他们查账，经国局长就有可能救你。记着，这本书的事情不要和别人说，我会想办法送上去。还是经国局长识人呢。有件事情本不想跟你说，可是今天说了也不算施恩了。想不想知道啊？老站长，请讲。去年北平站站长的人选本不是你，当时有好几个人竞争，争到最后定的是军统那帮老人集体保的另外一个人选。当时我记得总裁都快签字了。你知道为什么最后落在你的头上了吗？经国局长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推荐的你，我还拿了50个金条送给那个人选，最后他自己请辞了。我这辈子净瞎送钱了，还真就50个金条我没送错。不是的，加上今天我给你的这本账，毛人凤那个位置迟早就是你的。老爹，你救不了我，所以别把自己卷进去。晚上。
你们王站长呢？报告曾督察，我们站长在提调马汉山。就跟他说一声，我已经到了。快去啊！是。老站长，这阵势你都看见了，我先过去交涉一下。移交吧。是不是让徐局长也看一下？可以，让他过来看。请徐局长借两步说话。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坐吧。文件呢？币制改革第一天，就同时出现了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截然相反的两道命令，而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上都有蒋经国的签名，抵制力量之强大，超出了曾克达的预计。王站长，我要借用你的电话，和国防部通话，向经国局长汇报。蒋经国同志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不是你曾可达的局长。中常会的决议是最高决议，怎么？你想让蒋经国同志推翻最高决议吗？币制改革是维护党国稳定的策略，戡乱救国才是党国的核心目标。马范汉山担任党国职务期间，与潜伏在北平分行的共产党崔中实暗中勾结篡改账目，罪行暴露，又联络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的头目刘初武、严春明，煽动学生暴乱。董督察，这些情形你在给行政院的报告里都说了吗？中常会的决议都看了，还想抵制？你们铁血救国会的这些同志们，到底想干什么呀？裹挟蒋经国同志吗？徐铁英，你可以把马汉山押走，可北平银行那些账还在，请你转告那些试图保住贪腐之财的人，我已经派人把跟他们合股的那些厂商请到了督察组，凡是隐瞒财产、囤积货物、抵制币制改革者，无论牵涉到谁，查一个办一个，一查到底。没有我曾可达，也会有别人来办。看完了。这1个多月以来，你们一直认为我是党通局派来抵制币制改革的，我们没有办法沟通。现在2份文件你们都看到了，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
我只是想跟你们统一一个思想：币制改革这么重大的经济行动，如果没有中央党部思想高度一致，怎么可能推行？民国31年以来，以三青团为首的一群人，就是想改组甚至取代先总理蒋总裁亲手缔造的这个党。可后来怎么样？三青团取消了，党的地位、党的统一得到了维护。可就还是有那么一些人，继续纠缠在经国同志的身边，妄图取代党国的领导。中常会特别会议记录你们也都看到了，会议明确指出，币制改革不能损害党产，没有了党产，也就没有了党的经费，没有了党的经费，也就失去了我们党执政的经济保障。王站长，你现在觉得是将马汉山交给曾督察留在北平，还是执行中央党部的决定，押往南京？徐局长，你讲了这么多，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不要提请教，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都可以上报中央党部。平津地区清查违反币制改革的资产，是不是只要有人打出党产的牌子就不能查？如果有人胆敢打着党产的牌子，我同意立刻抄没财产，就地处决。那这块党产的牌子由谁来判定真假？牵扯到党产，我在北平当然由我来判定。你们如果不服，可以上报中央党部核实。那天津经济管制区驻北平办公处查出的账，还有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查出的账，都得交给徐局长你来判定喽。那就不用交给我了，就交给共产党北平地下党好了。党通局认为我是共产党。王站长，保密局怎么看啊？党通局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徐局长也应该没有这个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应该你回答。你们重用的那个方某，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特殊党员？7月6号，南京特种刑事法庭，我代表党通局替方某辩护，指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方某有共产党的背景。你曾督察代表预备干部局，坚决认定方某有共产党的背景。可就是一个电话，预备干部局跟党通局的态度完全反过来了。经国局长突然决定启用方某，委任他为国防部北平经济稽查大队的大队长。经国局长的意图，当时你不理解，我们也不理解。为了维护经国同志的权威，更要避免对总裁造成尴尬，给党国带来隐患，中央党部决定派我参加调查组来到北平，务必要确认方某到底有没有共产党的背景。经过大量的暗中调查，我们怀疑到了崔中实，他很可能就是共产党跟方某的联络人。可就是在这个时候，竟然是你们铁血救国会派到我身边的那个秘书，却杀死了他，切断了我们唯一能够证实方某有共产党背景的线索。后来呢，你们找了一个假共产党试探方某，结果使我们再也查不到跟方某有联络的共产党了。令党部失望的还有保密局北平站。王站长，几天前中央党部决定处决谢木兰，你当时就是不愿意执行。我认为你应该知道党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可你一直在抵触。作为党国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机构，你们保密局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
保密局反共救国从来也没有懈怠，也没有丝毫的手软。我不明白徐局长刚才抛出这番无端的指责，是出自个人呢，还是出自党通局？什么中统军统之争可以结束了？你们保密局北平站的主要对手是共产党北平地下党，你们就没有想过吗？除了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严春明，还有当场被打死的刘楚武，更深的共产党就藏在北平分行吗？崔中实是共产党，可为什么会在北平分行待得这么久？我们盯上了他，方不停却愿意出那么大的代价，就愿意把他保出来。你们是真没想到，还是从来就没想啊？公然让一个共产党坐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做是对党国的金融经济，尤其是要马上推行的币制改革造成危害。北平分行有共产党，方不停还是谢培东？你说呢？你们揣测的共产党，现在让我说，如果真是共产党，为什么不直接逮捕？迟早要逮捕。抓共产党，我们党通局，还有国防部保密局，本来是有着严密的程序和方案，可是你们一直在干扰。曾督察现在还要干扰。谢木兰是共产党，你们杀他是为了抓共产党，你们为了扰乱币制改革，杀了谢木兰，还谎称他去了解放区，还让我陪着谢培东去追人，你们就是这样抓共产党的吗？你回答。该汇报的，我已经向保密局还有经国局长做了汇报。既然徐局长已经告诉曾督察谢木兰被杀的事情，那是不是应该把杀他的理由也告诉他呢？不要说什么理由，理由就在北平分行那账上，那里面藏了太多贪腐的罪行，甚至有人为了瓜分侯俊堂那20%的股份，所有挡他财路的人都该死。知道内情的马汉山要带走，谢培东的女儿也要杀掉，他们居然还都是共产党。徐铁营，真要是跟共产党决战，那冲在前面的一定是我们，绝不是你。马汉山你可以带走，为了那些股份，你也可以不断的杀人，但是我告诉你，督察组盯上你了。现在我以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名义警告你，徐铁英，你的一切所作所为，一旦扰乱币制改革，第一个抓你的人就是我。徐局长，现在是不是该执行中常委的决定，把马汉山押走？执行中常委的决定，还需要一再质疑才能执行吗？中央党部会对你们那份评语继续的评价。王伯珍同志，还有我身边的那个孙朝忠同志，希望你们永远都是有利于蒋经国同志的人。
王秘书吗？是，我们已经进驻中央银行，建峰同志正准备召集那些大亨开会，没有时间啊。王秘书，如有可能，请建峰同志无论如何给我5分钟时间。可能不大。这是第一次会议，杜月笙、刘洪生、荣尔仁这些人都到了。哦，建峰同志，是王普琛同志电话。福丹同志吗？是我，建峰同志，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占用您的时间，耽误您的大事。来这简要报告。是。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的命令是将马汉山交给曾督察配合查案，可徐铁营却拿着中常委的会议记录把人提走了，这就要押回南京。曾可达情绪激动，两人发生冲突。徐铁营公然违背保密承诺，向曾可达说出了谢木兰被杀的事情。还抛出了一个新的理由，说谢培东就是共产党。我担心这么一来，北平分行立刻就乱了，孔雀东南飞的计划也立刻被打乱了。还要不要方不听配合币制改革？还能不能将党国的飞机交给方孟敖去开？平津币制改革的第1天就已经严重受阻，可牵扯到反共，我们也不能反对。谢培东是不是共产党？讲你的判断。我现在无法判断，准备实施调查。还有2分钟。记住我的话，不要做任何调查。谢培东是不是共产党无关紧要，他是共产党，我十分希望他们出来阻挠币制改革，民心就会立刻转向党国。他不是共产党，就会协助方步鼎帮我在北平推进币制改革。我们现在推进币制改革，既是经济行动，也是政治行动。救民于水火，亡狂澜于饥盗。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我党的贪腐阶段，我不怕他们出来阻挠，就怕他们不出来反对。一手坚决反攻，一手坚决反腐，不是简单的抓人打仗，而是正民心。让徐铁营他们去调，让共产党他们去接。北平的经援权一定要交给方步鼎去发行，3架飞机一定要交给方孟敖去开。我要去开会了，在今天会议上讲的话，明天就会在中外各大报刊发表。无论是对共产党，还是对我党那些贪腐分子，包括徐铁营那些 CC 派。我的讲话就是宣言，希望你们好好领会。夫人明白。华北剿总战区戒备最为森严的就是南苑机场了。傅作义前往南京、天津、绥远，李宗仁往返南京、北平，蒋介石往返南京、北平、沈阳，都从这里乘机起降。今天，机场竟是按蒋介石起降的规格特级警备。父亲，飞天津要多长时间呢？从起飞到降落差不多半个小时吧。你赶快回去，送谢乡里去金库。好。让他们下车。是，哎，下车。让他们下车。这是哪儿啊？这是。大李，车里的食品全部留给金警办。好。徐经理，车里有些吃的，一会儿你去给大家分分。谢谢县令官。
都过来一下。来来来，信箱里给我们带的吃的，每人2颗苏打饼干，1听牛肉罐头。来，拿吧，谢谢乡里们。拿着。哎。谢老。谢老，国民党从党部、政府到军队无一不谈。现在，北平参议会居然以财政紧张为由，要将1万多东北学生驱赶出北平。我建议，把他们贪腐的黑账上报上级组织，在报纸上公布出来。收起来。开锁呀！我要求去解放区边区银行。崔副主任，崔中石同志，方梦敖同志被抓了。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把张策放进去。城工部刘云同志指示，立刻去南京搭救方梦敖。下午4点，华北交总有一班飞机。你带上10万美元和侯俊堂20%股份的账册，飞南京，去党统局找徐铁英。是。
为什么不看？这里是国府纪念地。姓曾的，傅作义请过我们开过会，李宗仁也请我们吃过饭。你凭什么呀？把我们软禁在这里看什么法啊？是这么回事，就是。啊，我现在没有必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谁，我只想告诉你们，在上海，就是现在。 我们蒋经国先生也在请人开会，被请的人有杜月笙、刘鸿生、荣尔仁，他们一个个也在看法案。行政院经济管理委员会让你们看法案，你们居然不看，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李营长，叫8个人，每人身边1个，帮帮他们。是。 请坐吧。那就帮他们坐下。看法案。 找谁啊？北平警察局长徐铁映。小李。喂。北平警察局局长姓徐吗？是。拿行长手令给我。我是奉特别命令来见谢乡里的，你去禀告一下。 拿行长手令给我。谢乡里认识我，叫他过来。谢乡里在经过，让不您等着吧。小李，徐局长，今天会有大量的金圆券押到这里存放，警备司令部跟警察局配合北平分行前来加强警备，请谢乡里过来一下。 好吧，银行的规矩，还请徐局长在门外等一下，我这就去按电铃，看我们谢乡里能不能听见。有劳了。哎，徐局长，您的证件。整个北平的170万民生，几十万军公教人员的衣食开支、军需后勤的保障，
就都在这里边了。这道铁门只有方行长和谢乡里能够进去吗？是。以前崔中实也能进去。是。搬运黄金呢？就是外边那个金井办。都知道宋子文先生组建了一支交警总队，国防部管不了，内务部也管不了。今天见着了，来，我们进来这边谈吧，请进来谈。来，进来坐下谈。徐局长，请站起来。你说什么？这个座位只有我们行长能坐，其他人只能站着。这是金库的规矩吗？是中央银行法解释条例规定，中央银行国库各大分行金库值班室只设一个座位，谁兼任国库、金库正副主任，谁才能坐。至于为什么，我不能再告诉徐局长了。意思我明白，就是怕有人在这里久待。徐局长是明白人。那好，我就长话短说，我只问你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崔中实到北平分行任金库副主任，是谁推荐的？是谁考察的？谁任命的？中央银行各大分行金库主任由中央银行总部决定。至于上层要调查，可以去问中央银行现任总裁于鸿钧，也可以去问前任总裁刘公云。这上面有你们于鸿钧总裁的签字。刚才谢乡里已经看过了，啊，要不要再仔细的看看？好好看看，那是不是你们于鸿钧总裁的签字？刚才已经看过了。那我现在就可以坐下了。不能，必须再申请一份于鸿钧总裁批准的手令。那我就不做。你现在回答我刚才提的问题。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崔中实，男，今年41岁，民国26年，中央财政大学毕业，考入中央银行任职员，曾担任副科长、科长。民国35年，由北平分行行长方步庭推荐，中央银行总裁刘公云任命，担任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程序上没什么问题，我只想问一句：方行长为什么这么器重崔中实？这徐局长要去问方行长了。我会去问的。那我现在就问问谢乡里，你跟崔中实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徐局长问的认识是指工作关系还是别的关系？反问的真好。工作关系还有别的关系，我都感兴趣。谢乡里，不妨都跟我说说。
工作关系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和行长从重庆回到上海中央银行总部，我们同在一个部门。至于其他关系，那是在重庆，我们同在中央银行大楼办公，时常碰面。只是碰面吗？碰面，徐局长听不懂吗？有时候懂，有时候不懂。正常的碰面，中央党部称作是照面；不正常的碰面，中央党部有个术语，叫做碰头。我没有加入国民党，不懂你们党部的术语。泛泛之交，我们都叫做碰面。那我就再问的细一点。在重庆，你跟崔中实只是在中央银行的大楼里边碰过面吗？在别的地方就没碰过面？比方说茶馆、酒楼，再比方说红岩村13号、曾家岩50号、中山3路263号、民生路208号，在这些个地方你们就没有碰过面吗？徐主任问的是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还是共产党新华日报社？金班长，哎，怎么了，小李兄弟？刚才进去的那个警察局长是来和我们协乡里过不去的，我得赶紧去机场见到行长，立刻汇报。这还了得？你说怎么办？门外守的都是他的人，我担心不让我走，你们只让我把车开走就行。你走你的，剩下事交给我。啊，走了。兄弟们，来过来，把枪带上。